大家好，我是婉婷。常听人家说职场如战场，找到了好战场，还得要有18般武艺才能够活得风生水起。因为我们交手的对象来自四面八方，很不容易。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心理咨商师许廷少来帮我们指点一二。廷少好。大家好，主持人好，那我是廷少心理师。还有我们有上班族新世代上班族代表 Ruby 好。大家好，我是 Ruby。Ruby 非常典型的 Z 世代上班族的代表，他还不满30岁，刚进入职场大约1-2年左右。请 Ruby 分享一下，你在进入职场的时候，包括你自己在内，还有你自己的同宅，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找工作之前的最大的挑战，我觉得首先面临到的问题是我要做什么。对，这是最大的一个大方向的一个问题嘛。包括我自己或者是同侪。大家在找工作通常都透过人力银行，对，所以在投履历时没有方向，通常就乱枪打鸟，就是这个也投，那个也投，那有面试就去试试看，累积一些经验。对，其实这种面对职场茫然，好像不是只有年轻人有，其实很多职场老鸟同样也都会有相同的茫然感。其实我们有制作一集专门来去替大家找解方，如何来解除职场茫然的短片。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回去再去点阅一下。不过我们这边来问一下廷少，有没有很多的在你的个案当中，是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找不到职场的方向，特别来请教求助的？其实这个比例还蛮大的，因为就像是刚刚 Ruby 讲的，很多人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就是在学校学完出来之后，发现哇，学校的世界跟外面的社会完全不一样，所以通常在这个比例上面，其实就会有蛮多人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啊，然后或者是不是很确定自己的能力状况，然后能不能够匹配上职场，然后而过来选择求助的。那你会怎么帮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工具吗？像是在我们諮商所，因为我们有出一套卡片叫做人生设计卡，那这个就是专门为就是茫然的人去做一些设计。因为像我们这个卡片，它也没有分成3个部分，一个是职业卡，一个是价值，然后一个是能力。那像是刚刚 Ruby 提到的，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我到底喜欢些什么，他很困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职业卡来帮助大家，因为就是在职业卡里面，它有非常多种的职业，所以他就可以先去凭直觉去挑选出，他有兴趣的职业是哪一些，然后我们就会帮他去用这个职业卡来去分析，他个性特质，然后这个职业能不能匹配，跟他怎么去了解这个职业，就可以系统化的帮助他去充分的了解这个职业到底在干嘛，会不会符合他自己的个性特质，而不是就是乱枪打鸟，随便投什么要进去。可不可以帮我们稍微示范一下，看可以怎么样来做测试？好，比如说就是这个是职业卡嘛，它里面就有很多的。它这边就有很多的职业，像什么家事啊，然后或者是机械工程师啊等等，它里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职业，然后是可以让我们的个案去做一些挑选。那他挑选完，我们通常会请他挑大概就是10张左右，然后我们因为它下面其实是有分类的，那我们的分类其实是用所谓的荷轮码。那它就是有分 RIASEC，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然后我们就会去分析，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向度当中，他个性特质大概是怎么样？他比较适合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这对他来说，他会比较适应进去。所以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可以去了解，比如说他挑选了，假设啦 ，Ruby 未来可能想当一个諮商心理师好了，那我们就会问他说，那你真的了解諮商心理师在做什么吗？你对这个职业的了解是什么？那就会陪他去找到，就是这一个职业相关更细节的一些资料，然后让他去知道，那我如果要成为这个职业，我要怎么去做？你之前有跟 Ruby 有聊过吗？你觉得他适合做什么？这是个好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透过那个牌卡，让他去做一些挑选。示范一下。好，你可以随便帮我挑，就是你直觉就是你感兴趣的，可以帮我挑大概就是10张左右。好，10张。好，档案数据管理人员，这个好，客户服务人员跟市场研究数据分析师。所以当 Ruby 他挑选出了这5张之后，我就会邀请 Ruby， 就是在这5张刚刚你想从事的，有没有哪一些是你未来真的想要从事？然后以及你也没有未来想从事，就只是纯粹挑爽，就是喜欢的而已。可能的吗？对 ，OK， 就是学者、大学教授，然后其他就是挑爽的嘛。但是有兴趣，但其实我们发现在挑选的时候，大部分会从自己熟悉或是有接触过的开始。对，没错，没错。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寻求解茫的一个
途径。对就算是我们选对了职场，进入了一个战场好了，还是有很多的挑战要面对。像 Ruby 已经进入职场1-2年了，你觉得在职场当中，你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最辛苦的首先就是这个辛辛苦苦找到了一份工作进去了之后呢，通常不论是我或者是我身旁的朋友们，我听到比较多可能会有几个方向去思考自己适不适合继续待下去。对，那第一个可能会是比如说工作环境啊，或者是同事跟上司好不好相处，还有工作的内容能不能够胜任，对。还有这个升迁的问题，近期比较多听到的是，他可能有工作压力，但他不知道其实自己可能内心生病了，他应该要去听一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反倒是会用一些新闻啊，或者是自己接收到的一些名词挂在自己的身上。那对自己标签化。对，庭少，那在你辅导个案当中，有没有像类似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其实就是很多人，他们刚开始虽然是因为职涯症，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找什么样的工作而来，但其实你谈下去，其实背后都有很多类似刚刚就 Ruby 讲的一些原因，包括就是职场的人际沟通啊，觉得里面有很多掺杂很多的事情。对，我们其实自己也常听到，就是说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做事情本身不难。再累的话，其实只要有兴趣，也可以做得很开心。对，最难的是如何，就是人的问题，如何做好人际关系，然后在职场当中可以有的发挥。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因为面临到一些挑战，然后造成一些身心上面的一些的不舒适的情况，你的辅导个案多吗？其实也蛮多的，比如说像是有蛮大比例，他们可能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主管去做相处。比如说有的时候主管他们可能用词没有那么的妥当，就会有一点到人身攻击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身心受挫，是不是总是都是自己做不好，所以他们其实就会很容易遇到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像是我们在辅导这一类的案例，就是帮助他去明辨，就是就是主管说哪些东西对于你来说可能是有帮助的，就是在工作上面你确实是可以做一些调整，但是哪一些可能就单纯是情绪性的用词，那或许你就不用太在意，就帮助他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其实不只是有的时候，不只是对主管向上沟通是一个，那有的时候是同宅之间、同事之间的这个交流，也有很多的妹妹嘎嘎。那是的，要不要给上班族们一些的建议？我觉得像在同事当中的一些交流，说实话，我觉得在职场当中要交到朋友其实蛮不容易的。对，就是要交到那种真心的朋友，因为你不确定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利益关系啊，或是竞争的一些关系，所以反而我都会蛮鼓励大家，你们可以回到对于事情上面去做一些讨论或者是也可以用一些沟通的一些技巧，然后比如说就是你们之间如果可能要有一些沟通上面的东西，那最好就是要留 email。比如说，因为留 email 的话，你们说话才会有凭证嘛。就如果说就是彼此之间有一些沟通不良的地方，如果你留 email 或者是多去做一些确认，其实这个步骤，就是对于彼此在沟通的效率，或者是未来如果真的什么事情出包的话，就是你们也有一个对证，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安全一些。谢谢庭少，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也欢迎留言、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